你是不是经常感觉腰背酸痛的要命，一到晚上就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白天整个人累得像条死狗一样？告诉你，这些问题说的就是你。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每天坐在电脑前弓着背，低着头盯着那个破手机，整个人蜷缩的像只煮熟的虾米。你以为这没什么对不对？错了，大错特错。这样下去，你的身体迟早要垮。你现在可能还年轻，胀的身体还扛得住，但我告诉你，问题已经在你身体里埋下了，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等到真的爆发出来，那就晚了。你腰疼了怎么办？跑去医院排队挂号，照个 X 光，医生给你开一堆止痛药，贴几张膏药，当时好像舒服了一点，第二天又疼了，睡不着觉怎么办？医生说你压力大，给你开安眠药，吃了药是睡着了，但第二天起来整个人昏昏沉沉的，脑子像浆糊一样。这些方法有用吗？没用，治标不治本。就像你家里漏水，你不去修水管，只是拼命拖地，有什么用？西医的问题就在这里，他只看表面，哪里疼就治哪里，从来不去找根本原因。你的腰为什么疼？他不管啊，给你指针就完了啊。你为什么睡不着？他也不管，给你安眠药就完了。这叫什么治病？这叫掩耳盗铃，把症状压下去就完了，根子还在那里，迟早还会复发，而且越治越糟，身体的底子被药掏空了，到最后连药都不管用了。我必须告诉你一个真相，你这些毛病，什么腰疼、背痛、失眠、疲劳，看起来乱七八糟，其实根子都是一个，就是你身体里两条最重要的经脉堵住了。这两条经脉叫什么？任脉和督脉。你可别以为这是武侠小说里编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人体理论，中医传承了几千年的东西，《黄帝内经》里早就写得清清楚楚。任脉从哪里来？从你小腹深处开始，沿着身体前面的正中线往上走，一直走到你的脸。督脉呢，也是从小腹开始，但是沿着你后背的脊柱往上爬，一直爬到你头顶的百会穴。你想想看，一条在前，一条在后。任脉管什么？管你全身前面的阴血。督脉管什么？管你全身后面的阳气。这两条经络就像你这座房子的两根大梁，一根在前，一根在后，撑起你整个身体。这两根梁要是歪了，或者堵住了，你这房子还能稳吗？肯定摇摇欲坠，全身都没劲。《素问·骨空论》里怎么说的？督脉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什么意思？督脉从你屁股下面的尾骨开始，沿着整条脊柱往上走，就像一条高速公路，从南到北的大动脉。这条路要是堵车了，后果你想想。再看任脉，南经28难说得明白，任脉则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从小腹开始，沿着肚子中间往上，经过胸口，到喉咙，最后到眼睛。你明白了吗？任脉管前面，督脉管后面，两个配合的天衣无缝，就像一对跳舞的搭档，前后呼应，阴阳相济，让你的气血在身体里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但是现在呢，你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弓着背，驼着腰，督脉被你这条弯曲的脊柱压扁了，就像水管被踩了一脚，水还能流吗？任脉呢，胸腔和肚子之间挤成一团，任脉的路也堵住了，气血过不去，你说你能不难受吗？督脉一堵，你后背就开始僵硬疼痛。为什么？因为气血过不去了，就像交通堵塞，车都堵在路上，动不了，憋得慌。任脉一堵，你就胸闷气短，肚子胀，心情也糟糕，容易抑郁烦躁。为什么？因为任脉主血，督脉主气，任脉不通，血行不畅，督脉不通，气机不利，气血都不通了，你能舒服吗？更要命的是什么？任督二脉还直接管你的睡眠。《黄帝内经》说了，阳气者一日而主外，白天阳气要往外散，支持你一天的活动。到了晚上呢，阳气要收回来，潜藏到身体里面去，人才能睡着。但你任督二脉堵住了，阳气回不来，就像到了晚上路灯关不掉，你脑子还在兴奋，怎么可能睡得着？现在很多人去做按摩推拿，或者贴膏药，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
当时可能舒服一点，过几天又疼了。为什么？因为根本问题没解决，你体内的任督二脉还是堵着的，就像漏水的房子，你只是在那里擦地，水还在漏，能解决问题吗？还有人说，那我去健身房练肌肉，把腰背练强壮一点不就行了？错，肌肉强壮是好事，但经络不通有什么用？就像马路修得再宽，到处都是红绿灯和路障，车还是跑不快。中医治病讲什么？8个字：通则不痛，通则不通。黄帝内经举痛论说得清楚，经脉者行血气而营阴阳，经络必须通畅，气血才能正常运行。任督二脉是什么？是全身经络的总纲，这2条通了，其他12正经也跟着通，这叫纲举目张。我曾经遇到过一个病人，30多岁的女人，来找我的时候脸色蜡黄，整个人没精打采的。她说她结婚5、6年了，一直怀不上孩子，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发现什么大问题，但就是怀不上。她问我怎么办，我看了看她的舌头，又摸了摸她的脉，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任脉不通，我问她你是不是经常腰酸背痛？她说是的。我又问你是不是晚上睡不好觉？她说对，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一点声音就醒，再也睡不着了。我说你这个问题不复杂，就是任督二脉堵住了。我教他一个方法，每天晚上睡觉前趴10分钟，就趴在床上，什么都不用想，放松就行。他说就这么简单，我说就这么简单，再配合我开的中药调理。他回去照着做了，3个月以后来复诊，整个人气色都不一样了，脸上有光泽了，走路也有劲了。他说他现在睡眠好多了，腰也不疼了。又过了3个月，他打电话给我，说她怀孕了。你说神不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就是把任督二脉打通了而已，经络通了，气血顺了，身体自然就恢复正常了。我再跟你讲另一个病人，40多岁的男人，是个公司老板，天天应酬喝酒，压力大得不得了。来找我的时候，说他最近腰疼得厉害，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没精神，而且那方面也不行了。他很着急，问我有没有什么速效的药。我说你这个问题吃什么药都没用，根子在任督二脉，你一天到晚坐在办公室里，应酬又多，压力又大，任督二脉早就堵得一塌糊涂了，不打通任督二脉，吃什么药都是白搭。他问我怎么办，我说简单，每天睡前趴10分钟，再配合我的中药。他开始不太相信，觉得这么简单的方法能管用吗？但他还是照着做了。1个月以后，他来找我，说真的有效果，腰不怎么疼了，睡眠也好多了，精神头也足了。又坚持了2个月，那方面的问题也解决了，他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这个方法好。现在我来教你们这个方法，记住了，非常简单，简单到你不敢相信，但就是有效。每天睡觉前在床上趴10分钟，就这么简单，不需要买任何设备，不需要花1分钱，就在你自己床上就行。如果你觉得床太软，可以在地上铺个瑜伽垫，或者铺条毯子。怎么做呢？趴下去，脸侧向一边，这样呼吸不受影响。双手呢随便放，放在身体两边也行，交叠着枕在头下也行，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关键的是什么？放松，彻底放松，不要用力，不要紧绷，就像水一样，顺其自然。老子说得好，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做这个动作也一样，要自然，要放松。为什么这个动作这么管用？我告诉你原理。第一，你趴着的时候，脊柱自然就伸展开了，就像一根被压弯的竹子，重新拉直了，督脉马上就通了，被压扁的水管恢复原形，水流立刻就畅通了。第二，你趴着的时候，胸腹部自然向下舒展，正脉也得到伸展了，就像一块皱巴巴的布重新展开抚平了，任脉的气血也顺畅了。第三，符合中医的睡眠理论，叫做阳入于阴。黄帝内经说阳入于阴则寐，什么意思？晚上阳气要潜入阴穴里，人才能睡着。
趴着这个动作恰好帮助阳气回归，为睡眠做好准备。你们别小看这个动作，它背后的学问大着呢。中医讲前阴后阳，身体前面的任脉属阴，后面的督脉属阳。你趴着的时候，背部向上，与天气相接；腹部向下，与地气相接。这就是天人合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人是天地之间的一部分，必须顺应自然规律。趴着这个姿势恰好符合阴阳调和的大道，而且趴着还有个好处，能让你的精神放松。现代人精神压力太大了，大脑像拉紧的橡皮筋，随时要断。你趴着的时候，注意力自然从外面转到里面，精神慢慢安静下来。这就是中医说的神归其位。灵枢本神讲，心藏神，心神不安，人就睡不好。趴着这个动作，让躁动的心神安定下来，为睡眠创造条件。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可能不太习惯，特别是平时弓腰驼背的人，突然让脊柱伸展，会觉得有点酸胀，这很正常，就像堵塞的水管，突然通了水，刚开始肯定有些动静。时间上怎么安排？从5分钟开始，慢慢适应，然后增加到10分钟，不要一上来就趴很久，身体需要适应过程，就像吃药一样，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有人问我有腰椎间盘突出，能不能趴着？我告诉你，腰椎间盘突出在中医看来，根本原因也是经络不通，导致腰椎失去正常曲度，椎间盘就出问题了。所以适当趴着反而有助于恢复脊柱曲度。但是如果你的问题比较严重，或者正在急性发作，最好先咨询专业中医师，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来调整。中医讲究因人而异，辨证论治，不是一个方法所有人都适用。还有人担心趴着会不会影响心脏？不会，我们趴的时间不长，而且是完全放松的状态，不会对心脏造成负担。相反，任督二脉通畅了，心脏负担反而减轻了，因为气血运行顺畅，心脏不需要那么费劲了。睡前做这个动作好处太多了。第一，帮你从紧张状态放松下来。现在人一天到晚交感神经兴奋，副交感神经被压制，趴着能启动副交感神经，让身体从战斗模式切换到休息模式。《黄帝内经》说，夜卧早起，晚上要早睡，但睡前要让身心静下来，趴着就起到这个作用，它在告诉你的身体该休息了。第二，现在人压力大，呼吸大多是浅浅的，停留在胸腔，你趴着的时候自然开始腹式呼吸，这种深长的呼吸能进一步刺激副交感神经，让你更容易入睡。中医认为，肺主气，肾主纳气，健康的呼吸应该是肺吸进来的气被肾接纳，深深沉到下丹田。但现代人压力大，情绪紧张，气不归根，吸进来的气都堆在胸口，所以胸闷气短。趴着做腹式呼吸，让气重新沉到丹田，这就是武术里说的气沉丹田。第三，轻柔按摩你的内脏，你腹部贴着床面，在呼吸过程中，内脏得到节律性按摩，特别是肠胃。很多人久坐，肠胃蠕动慢，容易便秘腹胀。趴着的时候，腹部的温和压力能有效促进肠胃蠕动，改善消化功能。脾胃论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脾胃是后天之本，负责消化吸收。脾胃功能好了，气血生化才有源头，人自然有精神。很多人以为失眠疲劳是心理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根源在脾胃虚弱。脾胃虚弱，不能正常运化食物，就像工厂机器转不动，原材料都堆着变成垃圾，这些痰湿又堵塞经络，让任督二脉更加不通，形成恶性循环。趴着这个动作，通过按摩腹部，健脾和胃，让脾胃恢复运化功能。脾胃好了，气血生化旺盛，任督二脉自然顺畅。第四，调节你的情绪。现在情绪问题特别多，焦虑、抑郁、烦躁，在中医看来，大多是肝气郁结，
黄帝内经说，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主疏泄，负责调节情绪和气机，肝气一郁结，任督二脉也受影响。正脉上有个重要穴位叫膻中穴，在2个乳头连线中点，这里是气汇，全身的气都在这里汇聚，肝气一郁结，膻中穴就堵塞，人就胸闷心烦，心情不好。你趴着的时候，整个胸腹部舒展开，膻中穴得到调节，而且趴着本身就有降的意味，能让上冲的肝火降下来，心情自然就平静了。我必须告诉你们，做这个动作贵在坚持。黄帝内经说，并非一日而成，亦非一日而愈。你身体的问题不是1天2天形成的，调理也需要时间。不要指望今天趴一次，明天就立竿见影。中医治病讲究缓图，就像种庄稼，今天播种，不可能明天就收获，但只要方法对了，坚持下去，效果一定会有的。很多人就是缺乏耐心，4几天没感觉就放弃了，这样永远不可能真正健康。还有一点要注意，趴的时间不要太长，10分钟就差不多了，最多不超过15分钟，时间太长，气血过于集中在背部反而不好。中医讲究中庸之道，过犹不及，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有人说我工作太忙了，哪有时间趴着？我告诉你，这10分钟比你刷手机1小时有用多了。现在人一天到晚看手机，一看就几个小时，但为了自己健康，趴10分钟就说没时间，这不是本末倒置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身体，赚再多钱有什么用？而且这个方法多简单，不用花1分钱，也不用跑健身房，就在你家床上就能做，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试试？我再跟你们说说生成原理。中医里有个重要概念叫气机升降，什么意思？人体的气要有升有降，有出有入，这样才能保持动态平衡。素问六微子大论说，升降出入无气不有，意思是说升降出入这4种气的运动在每个脏腑都存在。胃气要降，肝气要升，肺气要降，肾气要升，心气要降，这样各个脏腑才能协调工作。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严重影响了气机升降，久坐不动，气机停滞，压力巨大，肝气郁结，该升的不升，熬夜劳心，心火上炎，该降的不降，饮食不规律，脾胃失和，升降失常。而任督二脉正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总枢纽，督脉从下往上主升，任脉从上往下主降，这2条经络完美配合，形成一个完整循环。督脉将肾中阳气从下焦提升到上焦，去温煦心神；任脉将心中阴液从上焦疏降到下焦，去滋润肾阴。这就是中医说的水火既济，心肾相交。趴着这个动作恰好能从根本上调节任督二脉的升降功能，督脉得到伸展，升的功能就恢复了；任脉得到按摩，降的功能就增强了，升降恢复正常，你整个身体的气机就顺畅了。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趴着的时候脊柱得到伸展，椎间盘压力减轻，有助于椎间盘修复。很多腰椎间盘突出就是长期椎间盘压力过大造成的，而且趴着能改善血液循环。长期坐着，下肢血液回流不好，容易形成血栓。趴着的时候，血液重新分布，下肢血液循环得到改善。从神经系统角度说，趴着能刺激副交感神经，抑制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现代人压力大，交感神经长期兴奋，就像汽车发动机长时间高速运转，容易出故障。趴着能让发动机降档，得到休息。还有个很多人没想到的好处，趴着能改善呼吸功能。现在人久坐驼背，胸廓受限，肺活量下降，趴着的时候，胸廓得到扩张，呼吸机得到放松，呼吸功能自然改善。呼吸好了，血氧浓度提高，全身细胞得到更好营养供应，就像给汽车加优质汽油，发动机运转更顺畅，动力更足。我还要提醒你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心态要放松，不要把它当成任务，而要享受这个过程。
中医讲心静自然凉，心情平静了，气血运行就顺畅了。有些人做什么都急躁，趴着也着急，老想着赶紧见效果，这种心态不对。老子说静为躁君，静是躁的主宰，只有静下来，身体才能得到真正调节。我建议你们趴着的时候，可以配合简单的呼吸法，比如数呼吸，吸气数1，呼气数2，这样数到20，然后重新开始。这样做既能让注意力集中，又能调节呼吸，一举两得。也可以想象美好的画面，比如想象自己躺在草地上，微风轻拂，阳光温暖，这种意念活动能帮助身心放松，效果更好。中医有句话叫意到气到，什么意思？你的意念到哪里，气就跟到哪里。你想象气血在任督二脉里顺畅流淌，它就真的会流淌得更顺畅。这不是迷信，是中医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规律。现在很多人对中医有误解，觉得中医很玄很神秘，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神秘，就是古人通过长期实践和观察总结出来的关于人体健康的理论和方法。黄帝内经成书于2000多年前，但里面很多理论到现在还非常实用。为什么？因为人的基本生理结构和功能几千年来没有太大变化，古人的智慧我们现代人还是能借鉴的。我经常跟病人说，不要迷信西医，也不要盲信中医。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有中医的优势，最好是两者结合，取长补短。但有一点我必须说，现在的医疗环境过分依赖药物和设备，忽视了人体本身的治愈能力。人体是个非常精密的系统，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多小毛病只要方法得当，完全可以通过调理解决，不需要吃药。趴着这个方法就是利用人体的治愈能力，通过简单的体位调整，启动任督二脉，让身体自己来修复那些小问题。这比吃药安全得多，也更符合治未病的理念。黄帝内经说，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最好的医生是预防疾病发生，而不是等病了再治。趴着这个方法正是治未病的体现，每天坚持做，可以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我见过太多人年轻时不注意身体，仗着年轻，熬夜喝酒抽烟暴饮暴食，等到身体出大问题才后悔莫及，到那时候再想调理就难了。所以我劝你们趁着身体还没大问题，赶紧开始保养。这个趴着的方法不管你现在身体好不好都可以做，身体好的人做了能保持健康预防疾病，身体不好的人做了能改善症状恢复健康。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不要以为自己年轻就不用保养。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工作压力这么大，环境污染这么严重，年轻人的身体问题比以前多得多。20多岁就脱发失眠腰疼的大有人在。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足人就年轻，肾气虚人就老得快。现在年轻人因为生活方式不当，很多人都有肾虚症状，而任督二脉不通是导致肾虚的重要原因之一。督脉起于肾，任脉也与肾关系密切，任督二脉通畅，肾气自然充足了。肾气足了，不但身体好，精神也好，而且还能延缓衰老，这比什么保健品化妆品都管用。我还要说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男性的房事能力和女性的妇科健康。现在很多男性朋友有这方面困扰，总想着去吃补药，其实最好的补药就是让你的任督二脉保持通畅。素问伪论说，思想无穷，所愿不得，入房太盛，中经持重，发为经纬。什么意思？精神压力大，房事过度，都会导致中经萎弱。中经就是男性生殖器，其阴阳供应主要依赖任督二脉。督脉沿着脊柱上行，有分支络于中经，任脉沿着腹部上行，也与中经密切相关。任督二脉一旦不通，中经得不到充足气血滋养，功能自然下降。趴着这个动作能有效疏通任督二脉，改善中经气血供应，自然就能从根本上提高那方面能力，这比吃壮阳药安全有效得多。说到女性朋友，任督二脉就更重要。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27而天癸至，
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固有子。女性的月经、怀孕、生育都离不开一个通畅的任脉。现在很多女性朋友出现月经不调、痛经甚至不孕，其根源很多都是任脉不通造成的。久坐压力大、情绪不好、贪食生冷，都会严重影响任脉功能。趴着这个动作对调理妇科疾病效果特别好。为什么趴着对女性这么好？因为当你趴着的时候，你的小腹部紧贴着床面，能有效温暖你的子宫。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本，血遇寒则凝，遇温则行。现代女性，特别是年轻女孩，经常吃冷饮，穿露脐装，导致宫寒，子宫里血液运行不畅，月经自然不正常了。趴着的时候，腹部温度自然升高，就像给子宫敷上天然暖水袋，子宫温暖了，气血运行畅通了，很多妇科问题就不药而愈。我必须再强调一遍，这个方法虽然简单，但效果是实实在在的。不要因为它简单就小看它，往往最简单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因为它符合人体的自然规律，不强求，不勉强，顺其自然。就像道德经说的，道法自然，真正的养生之道就在于顺应自然，不违背自然规律。你们一定要记住，健康不是靠吃药吃出来的，也不是靠保健品补出来的，健康是养出来的。怎么养？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早睡早起，饮食有节，情志调畅，劳逸结合，再加上这些简单有效的方法，比如每天睡前趴10分钟，长期坚持下去，你的身体自然就会越来越好。千万不要等到身体出了大问题才想起来要调理，那时候就晚了。黄帝内经说得好，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愈病，下医治已病。最高明的医生是在疾病还没发生的时候就预防它，而不是等病了再治。你们现在开始做这个方法，就是在治未病，就是在为自己的健康投资，这个投资是最值得的。我看过太多病人，刚来的时候愁眉苦脸，诉说自己压力多大，睡眠多差，腰多酸背多痛。我让他们回去，什么复杂的药都先不吃，就每天睡前安安静静趴10分钟，1个月后再来复诊，整个人精神状态完全不同了，气色好了，精神足了，连走路都有劲了。这就是中医的奥妙所在。我们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是从整体上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任督二脉一通，全身经络都跟着通，经络一通，气血运行就顺畅，气血顺畅，脏腑功能就恢复正常，脏腑正常了，人自然就健康了。记住了，做这个动作贵在坚持，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黄帝内经说，并非一日而成，亦非一日而愈。你身体问题不是1天2天形成的，调理它也同样需要时间。不要指望今天趴一次，明天就立竿见影。中医治病讲究缓图，就像种庄稼一样，今天播下种子，不可能明天就收获果实，但只要方法对了，坚持下去，效果一定会有的。很多人就是缺乏这份耐心，试了几天没感觉就放弃了，这样永远不可能真正健康。还有一点要注意，趴着时间不要太长，10分钟就差不多了，最多不要超过15分钟。时间太长，气血过于集中在背部反而不好。中医讲究中庸之道，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有些人可能会问，我能不能白天做？可以，但最好是睡前做。为什么？因为睡前做能帮助你从1天的紧张状态放松下来，为睡眠做准备。而且睡前做完直接睡觉，让身体在睡眠中继续调节，效果最好。白天做也可以，但效果不如睡前做。还有人问，我能不能趴更久一点，比如半小时、1小时？不要，就像吃饭一样，吃7、8分饱最好，吃得太撑反而伤身。做这个动作也一样，10分钟刚刚好，多了反而不好。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养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说你做1次2次就能见效，养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你持之以恒。就像你每天吃饭喝水一样，要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自然而然的去做，不要当成负担，而要当成享受。
当你真正体会到它给你带来的好处，你就会自觉地坚持下去。我经常说，健康是你自己的，不是医生给你的，医生只能帮你，给你指一条路，但这条路要你自己走。我教你们这个方法，就是给你们一把钥匙，能不能打开健康之门，还要看你们自己。如果你不去用这把钥匙，那门永远打不开。最后我想说，养生的最高境界，不是治病，而是让自己不生病，不是等身体出了问题再去修补，而是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就好好保养，这才是真正的智慧。黄帝内经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聪明人不是等病了再治，而是在没病的时候就预防；不是等乱了再治，而是在没乱的时候就调理。他的这个方法就是治未病的具体体现。你现在开始做，就是在为自己的未来投资，就是在为自己的健康存钱。这笔钱存的越多，你未来就越健康，越长寿。所以别犹豫了，从今天晚上开始，睡觉前80分钟，坚持1个月，你自己就能感受到变化。到时候你就会感谢自己今天的决定。记住了，身体是你自己的，健康也是你自己的，没有人能替你健康，也没有人能替你生病，所以你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不要等到失去了健康才知道健康的珍贵，那时候后悔就晚了。现在就开始行动吧，每天睡前趴10分钟，打通你的任督二脉，让气血顺畅流通，让身体恢复健康。这是我能给你们的最好建议，也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照着做就对了，你一定会感谢我的。就这么简单，没别的了，懂了吧？记住了，每天睡前趴10分钟，坚持下去，你的任督二脉就通了，腰不疼了，睡眠好了，疲劳也没了，整个人都精神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几千年传下来的宝贝，现在我把它教给你们，你们可要好好珍惜，别浪费了这么好的方法。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做，一定要坚持，你会看到效果的，我保证。